Hello， 大家好，我是奇亚，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近期最热门的话题——比特币。相信大家都听说过，比特币从去年开始就不停地创新高，但是为何近期又闪电式崩盘呢？ Bitcoin 是一种 P2P 形式的虚拟加密数字货币，所以加密货币也被称为虚拟货币或者数字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文章提到，有朝一日加密货币可能会取代法定货币。但是到底什么是货币？货币的历史从诞生到现在是一个不断虚拟化的过程。据说在原始社会，公元前6000年，人类开始广泛从事农业生产，当时全世界的人口已经到达500万左右，人们慢慢有了需求，有自己想要的东西，就开始使用以物换物的方式得到自己所需要的物资，就延伸了易货体系。所谓的以物换物制度，就是人类把一种特定的物品用来交换另一种物品。就打比方说，你用一只羊换取了一把虎头。假设你家里是养牛的，突然间很想吃羊扒，怎么办呢？你就可以用你家的一头牛到你邻居家领回3只羊。这就是最早期的货币历史。随着社会的发展，货币的形态也在不断的变化，从最初的以物换物，到后期的大约公元前3000年以前，黄金在古国埃及第一次被人类所知，它的用途和价值慢慢被人类发掘和使用。到了公元前6世纪，波斯人就创造了大概是人类史上最古老的金币，而金币慢慢的被用作交换货币。公元7世纪，中国是第一个国家发行使用纸币，当时的纸币被称为交纸。1946年，第一张银行卡的诞生，名为 Charge Card。1967，第一架提款机产生，也造就了提款卡。到了上世纪90年代，电子货币开始盛行，可口可乐更是世界上第一个推出移动支付系统。该系统运用在芬兰的自动售货机，当初是利用手机短信来进行付款。2009年，幕后发明人中本聪 Satoshi Nakamoto 发了白皮书后，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加密货币比特币。身为加密货币的龙头老大，比特币的价值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而它的价格更是牵动着整个加密货币的市场。相信大家都知道，比特币自去年3月13日创下新低，就开始慢速的上涨，而在去年年底更屡创新高，从去年的3月到今年的4月，更暴涨了超过16倍。当中的缘故又是为何呢？第一，比特币的供应是有限的，它的价格取决于供应和需求。比特币跟黄金一样，有一天会全部被挖掘。创造者中本聪规定，比特币的供应上限为2100万，每挖出21万个区块，奖励将降低一半，也就是说，平均每4年，奖励就会降半一次。去年的5月11日，每隔10分钟的奖励由 12.5 枚比特币减半至 6.25 枚比特币。当时它的价格仅涨了14个百分点，市场并没迎来牛市。截至目前，全世界挖出来的比特币数量已达到总数的 88% 之多，大约1850万个，而预计到2140年，超过 99% 的比特币将会被挖出来。第二，规避风险。冠状病毒大流行引发的是一场前所未见的经济危机。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全球，全球感染人数超过1亿6千万人。加密货币市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表现良好，部分原因是当风险增加的时候，加密货币会像黄金一样成为避难所。
当中更一度被追捧成数字黄金。第三，美元走软。从去年3月18日到12月，美元指数已经下跌了 10.2% 左右。美元走软也令通胀担忧加剧。对冲基金老大 Jones 在去年10月公开表示比特币，并认为现阶段美联储空前的量化宽松政策为通货膨胀奠定了基础，这有利于天然通缩的数字货币来抗衡通胀。第四，自去年10月以来，更多机构投资者加入了虚拟货币市场，当中包括了著名的对冲基金经理，比如 Paul Tudor Jones、Stanley Druckenmiller、Ray Dalio。此外，在去年11月9日 JP Morgan 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比特币正在蚕食市场对黄金 ETF 的需求。如今 Family Office 等机构投资者将比特币视为黄金的数字代替品，其对 Grayscale 旗下 Bitcoin Trust 的需求也超过了所有黄金 ETF 的需求总和。Grayscale Bitcoin Trust 简称为 GBTC， 于2013年成立，总部位于美国纽约，是虚拟货币投资方面值得信赖的权威机构。Grayscale Investment 在2015年归入 Digital Currency Group， 简称 DCG 旗下。除了 Grayscale， 还有加密货币市场外，交易经纪商 Genesis、 区块链新闻资讯网站 CoinDesk、 加密货币交易所 Luno 等等都属于 DCG 的业务。在去年11月17日 Grayscale 的 Bitcoin Trust 已经拥有超过50万个比特币，价值超过83亿美元。根据 Grayscale Investment 2020第4季报告显示，有 93% 的投资者是机构投资者， 3% 的高净值合格投资者，还有 Family Office 也是占了 3%。 截至2020年12月30日，根据已公开披露的消息，共有36个机构及账户拥有 Grayscale 比特币信托份额，当中包括了加密资产借贷公司、对冲基金、共同基金、私人财富公司、资讯顾问公司，还有 Family Office 等等。当中持有最多 GBTC 的 Three Arrows Capital 是一家2012年成立于新加坡的对冲基金，由 Suzu and Carl Davis 创立，其主要投资加密货币领域的基础设施、去中心化金融 DeFi 以及衍生品平台。同时 Three Arrows Capital 还是持有 GBTC 第二大机构 BlockFi 的股东。 BlockFi 是2017年于美国纽约成立的初创公司，它是一家加密资产借贷平台，于2021年3月完成了3500万美元第一轮融资，用户可在其账户存入加密货币以赚取利息。根据 BlockFi CEO Jack Prince 表示， BlockFi 最快将于2021年下半年上市。好吧，这一期我们就说到这里，下个影片我们继续探讨 Bitcoin， 什么是 Elon Musk 的羊群效应，还有为什么比特币在近期会猛跌。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有帮助到你，就按下那个 subscribe button 和打开旁边的小叮当，那么下一次的新影片你就不会错过了。如果不想 subscribe， 就帮忙 like、share 和 comment 支持一下我这个新的 content creator。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拜拜。